陆大勇，3天期限已到，连本带利10两银子，拿出来吧。钱管事，求求您再宽限几天吧，铺子里实在没活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10两啊。当初明明只借了5两。放你娘的屁！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9出13回，你敢赖账？我不能还债。躲一边去，别事儿。正儿，你们草菅人命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拼？你拿什么跟我拼？哼！既然没钱，就把你家祖传的那本图谱交出来，再把这傻子卖到西山黑煤藏去填坑，勉强算你还清了。痛，头好痛，9出13回，铁匠铺。我不是在实验室做材料测试吗？该死，我穿越了，成了一个被人欺负的傻子铁匠。图谱不能给，那是陆家的根啊！正儿也不能卖，他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！钱管事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大燕百功律第37条，脑海中仿佛曾有1万台服务器同时开机，现代路桥工程学博士的庞大知识库。大燕朝结巴傻子的18年屈辱记忆，在剧痛中完美嵌合。契约若无官府红气，仅凭私印，视为废纸。正儿，你不结巴了？大燕商律第12条，强夺民产者，杖60，徒3年。钱管事，你想去府衙的大牢里蹲3年吗？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傻子会背律法了。陆大勇，你儿子是不是被老子一脚踹开窍了？傻子就是傻子，背2句律法，看清楚，5两的官银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就算告到知府衙门，告到京城，老子也有理。重量不对，体积偏大，银的密度是10.49，铅的密度是11.34，这锭银子手感发飘。你干什么？疯了！那是老子的银子！看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银的熔点是960度，铅的熔点只有327度，炉火刚起，温度不过400，真银子根本化不了。这锭银子掺了至少6成铅。大燕商律第73条，以铅充银放贷者，杖80，流放3000里。钱管事，这假银子你要去见官吗？要不要我现在就去府衙击鼓鸣冤？上回专门用来做局的假银，怎么会被一个打铁的傻子一眼看穿，而且还懂什么熔点？滚！算你狠，陆征！你别得意，就算这银子有问题，你爹欠钱画的押还在老子手里。3天后连本带利10两银子，少1个子儿，老子拿你抵债。走！哲儿，你真的全好了。爹，我好了，让你受苦了。老天有眼，死也闭眼了。爹，吃饱好商量事儿。钱管事是黑手，惹不起。铺子里还有多少钱？连半两银子都凑不出。征儿，爹想好了，明天一早，爹就把这铁匠铺盘出去，再去城里的黑市卖点血，咱们爷俩离开青州，去乡下种地，总能活下去。爹，铺子不能卖，那是爷爷留下的基业，血更不能卖。那可是10两啊，咱们拿什么还？我不光要还清这10两，我还要另外再凑5两银子。5两？你要干什么？护节费，我要去考天可科。考科举？征儿，你疯了！爹，您不用操心钱的事。明天一早，我去一趟西山。西山？你去西山干什么？去挖毒盐。使不得啊！征儿，你是不是头又疼了？那西山的盐矿有剧毒，吃死过人的啊！官府早就封了，那就是催命符。爹，您信我吗？爹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毒盐，那只是里面掺杂了有毒的矿物质，只要用对了方法，毒物就能变成价比黄金的血盐。
什么血盐？爹，您只要记住，您儿子现在脑子里装的东西比整个大燕朝的宝库还要值钱。明天我就让您看看，什么叫点石成金。色泽暗红，质地粗糙，这是为提纯岩盐。极苦，涩口，含大量氯化镁，和氯化钡、氦离子剧毒。现代化学前，只需简单置换。正儿啊，这玩意儿真不能吃啊！你这是要毒死咱们爷儿俩呀！爹，把打铁的炉子升起来，大火。生炉子干啥？别废话，生火！爹，找块干净的麻布来。征儿，你往布上撒黑炭干啥？这盐本来就脏，你不是越弄越黑吗？这叫活性吸附。这水怎么变清了？别急，这只是粗滤。去灶台抓2把草木回来。这水里怎么生出泥来了？这叫化学反应，二次过滤。倒进铁锅，大火熬煮。尝尝。这是盐，血盐，这是只有皇宫里才有的贡品血盐啊！征儿，你成神仙了，你真的是神仙下凡啊！神仙救不了陆家，但银子可以。爹，看好家，我去趟醉仙楼。官盐又涨价了，1斤要1两2钱银子，这菜还怎么做？掌柜的说了，再买不到平价的青盐，大家都得卷铺盖喝西北风。我这儿有盐，哪来的叫花子？滚滚滚滚！我们醉仙楼是什么地方？只收上等的青盐，你那破粗盐拿去喂猪吧。极品血盐，小兄弟不，小祖宗，你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10斤，1斤2两银子，概不还价。2两，这比官盐还贵。嫌贵？对面的望月楼应该很乐意出这个价。慢着，小兄弟，盐是绝顶的好盐，但大燕律法私贩官盐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你这盐来路不明，我若收了，可是要担天大的风险。这样吧，1斤5钱银子，我全包了。就当交个朋友，也算保你一条命。掌柜的，你想黑吃黑？大洋律第72条，矿盐提损化毒为宜者，视为百工技艺，不入盐铁专卖之列。我这盐合理合法，你想拿律法压我？你想压价？可以，我这就去望月楼。哎呀，小兄弟留步说笑了，刚才都是说笑的，2两就2两，这10斤我全要了。不仅是这10斤，我要建契，签长期供货契约，以后醉仙楼的盐我全包了。好，签！来人，取20两纹银，备纸笔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银子之中。大燕朝的降维打击，从这10斤精盐正式开始了。白纸黑字，以后每个月初1、15交货，绝不拖欠货款。银子。密度10.49，重量55，未掺铅。小兄弟怎么称呼？城西铁匠铺，陆征。切2斤后臀尖，10斤白面。爹，做饭。这哪来的？你抢劫去了？
20两，那毒烟真卖出去了？卖了，醉仙楼签了长契，以后每个月都有进账。这10两，3天后还给钱管事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大烟商律规定，9出13归不受官府保护，超过3分利视为敲诈。他若敢多要1文钱，我送他去吃牢饭。保住了，铺子保住了，祖宗的图谱保住了。这10两我拿走。正儿，你拿这么多钱干啥？去礼坊报名天科科。大烟规矩，寒门无保，户籍费5两，剩下5两买笔墨纸砚。考科举，征儿，那是读书老爷们干的事儿啊！咱们是匠户，是下九流，你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去考什么科？这是以前大燕新地开天水科考的是格物之理，考的是经世致用，这不是写诗作对，这是我的规矩。爹，你护了我18年，现在我来改换门庭。好，爹给你做饭，吃饱了再去。哎呦，这什么味儿啊！你一个打铁的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这是斯文地，快滚快滚，别脏了我们的眼。对我前进的速度，大约还需要2刻钟。哟，这不是城西那个傻子吗？二公子好眼力，这可不就是陆家那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陆木头吗？听说他连百家姓都背不全，今天居然跑来礼房报名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天科科乃国之重器，选的是能通达天地之理的大才，什么时候连这种泥腿子也能来凑热闹了？小子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哼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格物之理岂是你这种贱籍配谈的？看什么看？二公子跟你说话呢，装什么哑巴？大燕刑律第15条，当街无故殴打良民者，杖20。管好你的狗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个贱籍账户，敢动我郑家的人！来人！干什么？以防重地，谁敢喧哗？王主播，一点小误会，有个不知死活的泥腿子跑来这里捣乱，此人乃城西打铁的傻子，大字不是一个，竟妄想报名天科科，简直是玷污圣贤，还请主捕将他赶走。你是来报名的？是。荒唐！天可科虽然不论出身，但也得有真才实学。你一个匠户，有户籍担保吗？没有。大燕科举律，无户籍者可缴纳5两纹银，由官府初级具结。找零。官府据书是有规矩的，免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来骗取考试资格。我考你一番，若不能过，加号3日。王主不英明，就考他默写天工开物手篇，错1个字，打断他的腿。最难懂的奇书，就是秀才也未必能背下来啊！写吧，写不出来，现在就滚去大牢。我前世是工科博士，但原主确实是个文盲。不过，2个灵魂融合后，原主粗布短的浆糊气才褪去，肌肉里残存的打铁力量和博士大脑里海量的知识库完美结合。天赋地载，物数浩万，事有可穷，理无终极。凡因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物之生也，必有其理。以木受绳则直，以金就炼则利。是以君子博学，而日参省乎其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作弊！你一个打铁的傻子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字？你肯定是在哪里偷背的。跟这种人辩解毫无意义。我只相信物理规律和事实。你刚才说格物之理在乎风雅，不错，格物乃是探究天地大道，岂是你这种满身铜皱和铁锈的贱籍能懂的？我这把扇子乃是百年紫檀木心所制，江南名家雕工，这才是格物的风雅。紫檀木密度极高，硬度大，粗性也大。你的扇轴用的是黄铜，扇骨根部为了追求雕花，削得太薄，每次开合，受力点全部集中在最薄弱的木轴交界处。一派胡言！这是江南第一名匠的手笔，你一个打铁的泥腿子懂什么？也敢妄谈格物？你为了彰显风流，每次开扇都要用力甩开，这叫杠杆原理。扇骨是力臂，扇轴是支点，你手腕的爆发力被放大了数倍，全部转化为剪切力，超过了紫檀木的屈服强度。刚才你已经甩了2次，木头内部已经产生微裂纹了，你再用力甩1次，必断。装神弄鬼！本公子今天就甩给你看，要是不断，本公子打断你的狗腿！断了，真断了！这打铁的嘴开过光吗？你使了什么妖法？
这可是价值100两的紫檀木，你赔我的扇子！大燕律法哪一条规定我提醒你扇子会断就要赔偿？是你自己非要甩的。物理定律不讲人情，断了就是断了。给我打，打死这个贱鸡！我虽然是个打铁的，但拿捏人体骨骼的受力点和拿捏木头没区别。格物之理不在风花雪月，在物理常识。王主簿，字写完了，扇子也断了，我的护节费，你收还是不收？这泥腿子邪门的很。陆章，青州府城西将户，官府聚集完毕，这是你的考引。陆征，你别得意，天宫大考考的是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，你一个打铁的，就算混进考场，也是垫底的废物。3天后，本公子要在考场上让你知道什么是世家底蕴。世家底蕴，希望你的底蕴比你的扇骨结实点。郑兄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言不惭的泥腿子。看他那穷酸样，考篮里装的是打锤吧？陆征，天宫大考可不是让你来变戏法的。第一场铁经，第二场策论，考的是四书五经，考的是治水修桥的大正方人。你连字都认不全，拿什么跟我们比？玉骨摧心更大，建议你今天别甩，不然考场上没扇子扇风，容易急火攻心。你死鸭子嘴硬，等放榜那天，本公子要看着你跪在天宫院门前磕头。吉时已到，考生入场，搜身。把篮子倒出来。你这笔管里是不是藏了夹带？大燕科考律流第7条，搜身须验看，不可无故毁坏考生用具。你踩了我的口粮，还要折我的笔，是想阻挠科考吗？这个罪名，你一个小小衙役担得起吗？你松手，我只是例行检查。查完了吗？进去吧。陆征是吧？你的号舍在丁字区最末一间。熏死你！这是昨晚准备好的草木灰和干薄荷叶碎。草木灰是强碱性，能迅速中和空气中的酸性、臭气分子。薄枫叶挥发出的薄荷痰能有效驱赶蚊蝇，不到半炷香时间。这点小手段就想搞我，太天真了。天宫大考，为国选才，严禁交头接耳，严禁夹带作弊，违者加号示众，永不录用，发卷。这些天公开悟、大淹水经怒、营造法治等古籍，我早就翻烂了。这些题目在我眼里，就像是1+1等于2一样简单。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果然是个不学无术的泥腿子，估计连题目都看不懂，直接交白卷了吧？跟我斗，你连皮鞋都不配！第一场收卷，第二场策论发卷。竟然是实物题，往年策论不都是考以德治水、仁政安民吗？南河修桥，这怎么写啊？我连砖头都没搬过，哪里懂得修桥？南河修桥，这有何难？至于怎么修桥，那是泥瓦匠干的贱活，考官怎么可能真的懂？臣闻水者，阴柔之物也，天地之道，阴阳相济，按手非我莫属。陆征那个泥腿子，估计连镇水神兽4个字都不会写吧？祭河神，镇水兽，愚昧之极。连年水患，桥梁垮塌，是因为水流的牵切力和冲击力超过了承重极限。不讲物理，不讲力学，靠几句道德文章就把水堵住。大燕的科举真是烂到根子里了。这是我在火炉里焖烧出来的，画图毛笔太软，炭笔才够精准。唯有横架结构能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大的跨度和承重。三角形具有绝对的稳定性，这是宇宙通用的物理法则。造桥者非以此藻镇水，而在算其承重，明其减力。桥墩迎水面当成60度直角，此乃分水尖。尊严只在见风之上，真理只在数据之中。你们不是要考实物吗？我就给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个时辰，你确定要交卷？确定。果然交白卷跑了，废物就是废物。竟然说用泥巴堵南河，简直荒谬！快来看这份，真是好文章啊！
深谙教化之道，这才是大才呀！见汉白玉10条，可点为按手，复议。各位大人，这里有一份卷子。这是桥，万纸横七竖八，简直是涂鸦！狂妄至极，竟敢公然贬低圣贤辞藻，不写圣贤之言，直接出落，扔进废纸篓。慢着！是狂徒试卷，下官这就把郑子明的拿给您看。闭嘴！南河决堤，淹死百姓数万，靠几句道德文章能把洪水堵住吗？废纸一堆，这种废物也配谈修桥？你们懂个屁！这是神作，救万民的真学问。看着分水天，能卸去70%通缉令，这叫千秋之功。大燕要的是工匠，不是酸腐废物。定为第一，谁敢有异议，本官先斩了他。明天的实操，本官要亲自去考场看看。正儿，多吃点儿。今天搞石头是个力气活，听街坊说，天之科第3场要造大物件，考场发的木料都是有数的。爹打听过了，考场里的耗军和杂役，只要塞点钱就能分到好料。郑家放话了，今天绝不让你站着走出天宫园，他们肯定早就打点好了，我怕他们给你分些烂木头。拿着，进场的时候塞给发料的杂役。爹，考的是格物之礼，不是比谁家有钱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烂木的也能砸碎世家的金字招牌。真正的治国不在风花雪月，而在柴米油盐的资离必减；真正的造物不在材料贵贱，而在受力结构的精准计算。听说了吗？前2场那个叫陆征的泥腿子，竟然被裴大人钦点为第1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的陆大天才吗？听说你前2场考得不错，连知府裴大人都夸你的转子。可惜啊，今天这第3场考的是真金白银的底蕴。公子，这泥腿子怕是连铁木都没摸过吧？打铁的贱户只配玩泥巴，你敢瞪我家公子？大燕律法，考场门前寻衅滋事者，杖30，加号示众。你想试试吗？你敢当街行凶？你的新折扇，扇骨用的是紫檀，扇面却是硬揪。那又怎样？本公子有钱，紫檀配硬绢，这叫牌面。紫檀性脆，硬绢张力大，你开合用力过猛，扇骨轴心已经出现裂纹。放屁！本公子这扇子是珍宝阁断了，真断了！这陆征神了啊！陆征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等会儿进了考场，本公子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开中门，进场。郑公子，您请，您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，绝对是上风盛水的好位置。陆征，磨蹭什么？还不快滚进去！今天要是再敢捣乱，本官直接扒了你的皮。第3场实操，题目：造器悬石，限时1个时辰，将百斤巨石吊上3丈高台，材料由考场统一分发，不得自带工具。郑子明领料。郑公子，您慢用，这可是上好的料子。看到没？这叫人脉，这叫底蕴。本公子就算闭着眼睛，也能把那石头吊上去。陆征领料。你的料拿好。哎呦，陆按手，这朽木配泥腿子绝配呀！我倒要看看你用这堆破烂怎么把百斤巨石吊上去。回家打铁去吧，这可是天宫院，不是你们城西的垃圾场。外表腐朽，内心还有几分硬度，半断但纤维还在，足够了。什么？我说用这些破烂赢你，足够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本公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世家绝学。公子，用这根铁木装黄铜轴承。本公子的绞盘必须是一件艺术品。大人您看，他竟然在削朽木，有何用？物理世界只有数据和结构，朽木承重不行，那就分散受力。朽木不可雕，因为你们不懂材料力学。剔除橡皮直达心材，抗压强度依然有70%。破车轮能吊石头，真是个笑话。什么材料力学，简直一派胡言！闭嘴！
都给本官看下去！4段绳动滑轮组，100斤巨石只需25斤拉力。时辰到，开始选石。本公子完成了。好，不愧是郑家公子，这绞盘简直是巧夺天工。哎，陆征，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这叫底蕴，这叫底。雕花破坏了木质纹理，黄铜轴承与铁木硬度不匹配，受力点集中在主轴中段，3息之内必断。你放屁！本公子绞盘坚不可摧。哎呀，我的腰！郑子明，器械毁坏，选石失败。这是什么奇技洋巧？一个破木轮子也想调取100斤巨石，花天下之大稽！哎，陆征，你若是现在认输，还能留点体面，别用这破烂玩意儿丢人现眼了。他疯了吗？单手拉100斤巨石，狂妄至极！他要是能用单手拉起来，我把这高台上的青砖吃下去。动滑轮组，4段绳索分担重力，100斤之石只需25斤之力，物理法则不容置疑。起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是妖术，他用了妖法。对，妖法，这绝对是妖法！来人啊，把这个使用妖法作弊的狂徒给我拿下！谁敢动他？一群蠢货！什么妖法？这叫格物致知，这叫天工造物！你昨天卷子上写的那些算式，这几个木轮能卸去3/4的力。是，这叫滑轮组，真理从不骗人。好一个真理从不骗人，好一个滑轮组！你们这群瞎了眼的蠢物，朽木亦能胜铁木，这才是真正能富国强兵的学问。本官宣布，此次天宫大考按手陆征。明天放榜，也是最后期限。这钱真能把账平了？那是世家呀，肯定做手脚。考官能让你当按手？大燕商律第24条，民间在代，月息不过3分，无州府大印，视为敲诈。爹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以前他们定，因为没人懂。明天我教他们算账。睡觉，拿按手，平烂账。郑兄，这泥腿子还真敢来呀！今天放榜，看他怎么哭。本公子的南河修桥策，引经据残，字字珠玑。总分一出，你在我面前依然是只蝼蚁。陆大勇，3天期限到了，连本带利20两银子，拿来吧。20两？不是说好10两吗？本金5两，怎么也算不出20两啊！逾期不还就出3轨，今天交不出钱，你这儿子去黑煤阳挖一辈子煤抵债。等他进了黑煤阳，本公子重重有赏。前爷，求求您宽限几天。爹，我说了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今天不用跪。这里是10两，大燕商律规定，利息一律按3分计算，这10两分息2清。你跟我讲大燕律法，在青州府城西，老子就是律法。来人，签收了，人给我绑了，父子直接去封盘。让你多活半炷香，老子再打断你的腿！王主簿，快念吧，等不及开宴了。放榜，由后向前唱名。第10名李元，第9名、第8名。这按手非我莫属。陆征，榜上没你的名字，准备去挖煤吧。第2名郑家世子郑子明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是第2？你是不是念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是第2？郑公子自重，这是知府亲自点榜，下官只是照读。第1是谁？是谁？第1名，按手，城西将户陆征。按手，我家郑儿是按手，祖宗保佑啊！按手。这泥腿子考了第1，作弊！他连字都不识，我不服！我要看他考卷。你要看他的考卷？
拜见知府大人。本官今天让你看个明白，满纸祭祀河神，约帝使能当饭吃吗？康谈误国，废物一个！再看看这份，只有精准承重计算，这叫行技巧，9角能卸去70%冲击。上模型，本官连夜命人打造，上秤。神了！真能扛100斤铁砂，简直是神技！这不是神技，这是力学，这才是能救命的真学问。任命你为南郊修桥总督造，敢不敢接？有何不敢？不过大人，在此之前，草民得先清一笔账。滚！陆爷爷，20两不要了，求您饶命！谁让你抢图谱的？是京城来的贵人，小人奉命行事。大燕百功律，伪造红器，敲诈暗手，该当何罪？打入死牢！南河水患迫在眉睫，陆督造，汀州10万百姓交给你了。3日内，我用预制构建之法，岸上造桥，水中拼装，先闻水势。好，全城工匠认调遣。爹，账平了，回家打几套金刚滑轮，咱们去治水。我陆家祖辈打铁300年，今天终于出了老爷。真儿，你娘在天之灵看到该多高兴啊！爹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以后没人敢再让我们陆家低头。对，有了这身份，再也不用受商贾的鸟气了。陆按手，裴知府有请。深夜相召，何事？南河决堤，3万灾民流离失所，您的图纸该派上用场了。终于要开始真正的硬核基建了吗？大燕的腐朽就从这座南河大桥开始，一点点拆除吧。